Hello， 大家好，我是静。就在上周和大家连续的分享了好几期影片，去讲述这个自从中共国和马来西亚实施免签之后，给马来西亚的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譬如说有这个299的摄影一条龙服务，以及这个酒托诈骗，还有各种中共国的小仙女在马来西亚的各大景点实施乞讨诈骗这样的伎俩啊。那几期影片一出来之后呢，是吸引来了很多的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的互动。大部分的观众呢和我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他们也感到深深的担忧啊。可是呢，我还是发现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中华侨，他们特别的热爱中共国人，也特别的热爱中共啊，然后希望更多的中共国人能去到他们的国家，说是可以带动他们的经济啊，还批评我说：“哎呀，你这是过滤了，你这是不懂马来西亚呀。”多一些中共国人的到来与竞争，对我们的社会是有大大的帮助啊！还说什么啊？抱怨中共国人去恶性竞争和内卷的马来西亚人都是不思上进、好吃懒做的，你应该花时间去提升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你的价格比人家贵。为什么你竞争不过人家啊？这就是马来西亚的中华侨的言论和思维方式啊。那我想说的是呢，其实我们怕的并不是正常的、健康的、良性的竞争，而是中共国的这种恶性的竞争啊。那譬如说，我们之前有聊到的这个299的摄影服务啊，一条龙，包括化妆，一切都包括在内啊。然后马来西亚本土的摄影师就抱怨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和他们去竞争的，直接就把他们彻底给卷死了。为什么呢？并不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摄影师他好吃懒做，他故意要收很贵的费用啊。那我在那期影片当中也讲述了，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和伎俩不是一个正常的，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啊。他打广告打的是299一条龙服务，包括化妆什么都在内了。可是当你去使用它这个服务之后，你被它这个无比低廉的价格吸引过去了，入了它这个套之后啊，它在后面会有很多隐形的收费。它譬如说啊，拍了许多照片之后，它要进行额外的收费。你想要更多的照片，那你每一张给我加300，一张300，一张300。它后面的隐形的收费啊，才是它赚钱的地方啊。这就是中共国人最让人讨厌的、最卑劣的地方、最无耻的地方啊，就是说他们是有很多的伎俩去算计你的。他一开始低廉的价格只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去引你入套而已。中共国的摄影行业的隐形的收费是防不胜防，是多得不得了的。那举一个例子啊，以化妆为例啊，那譬如说，如果说你在中共国有拍过艺术照啊、户外的写真集的话，那你应该是感同身受啊。那我之前呢，我到云南的丽江有拍过一次啊，也是非常的便宜，号称是99 RMB 啊，价格非常的诱人啊。但是呢，你进去之后，他这个化妆啊，他说是包括在内的，但是呢，他画的时候，他会不停的向你推销各种的附加的东西，譬如说，他让你加一对假睫毛，他这个假睫毛呢，一对呢是20人民币啊，而且他还建议你加4到5对，还说什么一对的话是非常的不明显的，你要叠加佩戴，带个4、5对，拍照效果才好啊。你想一下，一对20，那5对的就100了啊。然后还有各种附加的收入啊，然后他就不停的以这种隐藏收费的方式啊，来反复的向你推销东西。这个时候你已经骑虎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化妆已经开始了，你不可能说画了一半我不要做了，你没有办法拒绝了，你只有顺着他这个陷阱一路走下去啊，到最后你整个做下来花的钱比在外面还多好几倍。这就是他们的经营的一个手段
断他们如何去赚钱啊，其实就是欺诈性的一种行为啊。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和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诈骗啊，是最近在马来西亚特别的流行的，就是中共国的装修诈骗公司。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相关影片。近年来，马来西亚室内装修市场掀起一波中国风，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室内设计与装修团队以远低于本地价格的报价抢滩市场，最低甚至只有本地行情的40%至50%。这股趋势引起本地业内人士广泛关注，一方面对行业竞争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非法施工、材料来源不明等隐忧。消费者稍有不慎，恐因贪便宜而吃大亏。中国装修团队攻势猛烈，价格砍半揽客。据本地多家装修公司反映，中国装修业者多半聚焦于住宅，特别是公寓项目，报价通常比本地业者低上许多。马来西亚室内装潢伙伴协会主席郑生才指出，这些装修公司多数来自中国3、4线城市，规模不大，但以快、狠、准的市场策略迅速抢占份额，有些项目甚至可在30天内完工。这些公司开出的价格有时比本地行情低了一半，消费者常因此心动下单，但背后隐藏的问题非常严重。他指出，这些中国装修团队多数未在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 CID 注册，使用的材料可能也未获得马来西亚标准及工业研究院 CIRIM 认证，施工流程缺乏规范，一旦出现纠纷或工程烂尾，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免签政策漏洞被钻，监管力度需加强。郑生才直言，不少中国装修人员是借助马中沪免签证政策进入马来西亚。大量的中共国的2、3线的装修公司已经涌入到马来西亚，据说也是通过免签政策去试水温啊。他们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合法合规的经营执照的，就是说他使用的装修产品以及他的售后服务都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但是他用低价的方式迅速的占有市场份额，它就是说它的价格是本地装修公司的50%而已，一半的价格啊，真的非常诱人啊。那所以说有很多特别单纯的马来西亚人可能看了之后，哇，中国的装修公司，中国的基建很厉害呀，又快又便宜，真的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很多单纯的马来西亚人就会信以为真啊，真的会掉入他这个装修陷阱当中。那装修的陷阱呢是有好多种的，那我给大家来分享2种啊。那一种就是它确确实实有施工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材料都是中共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是他在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的泰国曼谷的这个审计大厦，还是中国著名的中铁建实举做的，还不是那种2、3线小城市的小装修公司啊，还是所谓的名牌大公司大企业去做的，也就是豆腐渣工程啊。那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那些小公司去做的，没有任何资质的，是更加的可怕，更加的危险啊。那可能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中华教会反驳说，我这个只是做室内的装修，又不是建整个房子，即使它的质量不是太好，也不会有什么致命的影响。那你又错了，你又太单纯了。中共国啊，它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么便宜啊，它的装修材料都是有毒的，都是不合规的。譬如说你在装修的时候，你的木材首先是不是防火的，是不是含甲醛的，还有它的涂料，就是这一切啊，都是有非常高的安全标准的。中共国的装修公司呢，他完全都不理会这些东西的，他不管那个甲醛超标几千倍，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差的、最廉价的产品去给你做这个装修。
达到一个高利润的结果啊，这就是中共国的企业它做的这么廉价，它还可以赚钱的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它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劣质的，都是有毒的。如果说你长期的生活在一个高甲醛的装修的屋子里面，是有非常高的几率会导致你得白血病的，因为它那种劣质的装修产品啊，它里面的甲醛和有毒的物质是几年都散发不掉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因为甲醛和这种有毒的物质你也看不着，你也摸不着，所以说你不知道它的影响是有多么的可怕啊！这是一点啊，就是劣质的装修材料是对你的健康有莫大的威胁的。不要觉得贪个便宜啊，对自己没有伤害，这个伤害是一个慢性的隐形的杀手啊！那以上是使用劣质装修产品的中共国的装修公司啊，那下面还有一种是确确实实的诈骗装修公司啊，特别是他千里迢迢跑到马来西亚去搞装修，有很大的几率都是以装修的名义去实施诈骗的。如果说你在中共国生活过，那我想你对装修诈骗一定是非常的熟悉的啊，因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伎俩啊。他就是说，他一开始呢，他把什么都说的特别好，他也会和你签合同，但是他的合同是没有任何效益的，因为提供的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他本人的信息都是虚假的。所以说当事发之后，他卷款逃走了，你去找他的公司，你去找这个人，早就人去楼空了，根本找不到他的，他们是流动作案的啊。那这种呢诈骗的装修公司呢，它通常会以一个低廉的价格和一整套虚假的营业的资质来欺骗你，然后呢他会和你签合同，签完之后他会保证的特别好，说的都特别的完美啊，让你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相信他，拍着胸口说相信我吧，我在1个月之内就把这个全部搞定，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可是当你签了合同之后，你按照这个合同的要求分期付款给他啊，一般的装修我们都是分期付款啊，你完成一部分的工程，然后付一部分的款，然后再到第2阶段，然后再到第3阶段，然后再到你做完之后付尾款啊，它一般是按这样的进度啊。那一般的诈骗公司呢是这样的啊，他骗不到你全部的钱，但是他至少可以骗你1半以上的装修金。那首先就是你签了合同之后，他会要求你先付30%去买原材料的东西啊。那你付了之后，然后呢，他过个1、2周，他并没有买材料，他也并没有动工，他只是假惺惺的做面子功夫，跑到你这个装修的地方去搭脚架，搞一搞涂料，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障眼法，然后他这个时候他会非常不好意思的假惺惺的说，现在材料很贵啊，我们需要你再付个20%或者是10%啊，现在我们公司的周转很困难，我们没有那么多现金去周转，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去买材料。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你看他已经开始开工了嘛，其实他做的面子工程嘛，其实他并没有做任何实质的装修啊，然后你就信以为真了，然后你就又给他付了20%啊。这个时候你付完之后，他一定是拍屁股走人的，然后他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你要去找他，公司人去楼空，人的信息也是假的，他同时会骗很多的人，然后一起在卷款逃回中共国。而且你们马来西亚人对中共国也不了解，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啊，你也不可能因为这一点装修款去跨国维权，因为那样的话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啊。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会吃一个哑巴亏，被骗了一大笔钱，也没有办法去维权啊。那所以说我真的要提醒一下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找中共国的装修公司做装修，就是和他们做任何的生意吧，不管它的价格多么低廉，他前期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往往说的越好，价格越低的就更大的几率是诈骗的，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都是1分钱
钱一分货的啊。那这是我个人在中共国的一个经验啊。那我在我以前的影片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之前在中共国做生意的时候也做装修，我都被中共国的装修公司坑过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以往的影片当中所分享的细节，那我这边我就不赘述了啊。那所以说呢，我真的希望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可以提高警惕，不要去贪小便宜，也不要相信中共国人给你画的大饼，因为他就是为了骗你口袋里面的钱。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